2015年，一部关于土耳其的旅游短片《Watchtower of Turkey》，短短4分钟，将土耳其的美丽与深邃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今年在偶然的机缘下，得以参加土耳其的10日团，我才想起10年过去了，我被点燃的好奇心仍然没有熄灭。我将在这短短的10天里，悠游在欧亚大陆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，在卡帕多西亚的奇峰异世间见到载浮载沉、若隐若现的热气球海，在苏丹哈纳驿站看到塞尔柱的辉煌与包容，也在棉花堡搭上热气球，俯瞰雪白的岩石梯田，最后站在蓝色清真寺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之下，神游在朝代更迭与文明推进的历史里。最难得的是能够面对面感受土耳其人的友善和热情。第一天下午抵达伊斯坦堡机场之后，随即搭上游览车前往旅馆。望向窗外，很快就可以发现，土耳其人非常爱国，不管是在公家机关、观光景点、饭店、学校，甚至是民宅，都可以看到鲜红的新月旗在飘扬。伊斯坦堡坐落在7座丘陵之上，这里的房子调性很相似，延绵不绝的红砖鞋底，沿着丘陵线一路向上铺盖。恰穆勒加丘陵上的国旗在地平线上鹤立鸡群，这面国旗高超过30层楼，面积超过900平方公尺，都是全国之最。因为抵达时已是下午，所以今天只有一个行程：搭乘游艇穿梭博斯普鲁斯海峡。海峡左岸的土耳其是少数位于欧洲的国土，右岸的土耳其国境都属于亚洲，两岸在伊斯坦堡最繁华的地带遥相辉映。你可以在船上眺望土耳其最大的恰穆勒加清真寺，以及土耳其最高建筑恰穆勒加塔。另一头可以看到鄂图曼帝国的行政中心杜尔马巴赫切宫，还有玲珑小巧的奥塔科伊清真寺，这是罕有的巴洛克风格清真寺。最后会在7月15日烈士大桥前返航，回程会看到守护拜占庭海域的少女塔。太阳渐渐落下，伊斯坦堡的华灯也冉冉升起。杜伦浩方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在夜幕里更显庄严，和这座历史古城的短暂邂逅告一段落。在旅程的最后2天，会再回到这里，到时再细细品尝其中的底蕴。第2天，我们一早便搭乘国内班机，前往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亚。这片高原是西台人的发源地，波斯人、罗马人、突厥人也相继来过。这里在千万年前曾发生火山爆发，因此留下大量耐火性不佳的石灰岩。数百万年来的风化造就这里独特的地貌。因为这里的岩石偏软，加上地广人稀的因素，早年受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徒躲避到卡帕多西亚，并开凿了许多地下城市和教堂，在这里居住生活。格雷梅小镇位于格雷梅国家公园内的一隅，虽然是观光重镇，但所有人造建筑和地景融为一体，没有眼花缭乱的颜色和灯光争奇斗艳。小镇人口仅仅2000多人，大多是这里的商家。和他们聊聊天、拍拍照，拉近一点距离后，通常会有一些折扣。我买了一个图样是长生不老的瓷盘，这棵树在当地叫做布鲁卡因，源自于比伊斯兰教更古老的萨满信仰，代表长生不老与天地之间的连结。这家古董收藏店相当特别，它在地图上没有坐标，但收藏品一路铺到巷子口。走进大门后，感觉像是进入游戏里面的期货商，琳琅满目，目不暇接。但我们逛了很久都不见老板，只有2只小黑在顾店。
这一晚，我们住进一间位于山壁上的洞穴饭店，在后院和顶楼，你可以眺望乌奇萨城堡以及卡帕多西亚的奇特地貌。晚餐过后，早早休息，为明日清晨的热气球做准备。而我选择租老爷车，在地面上追逐热气球海。结果隔天早晨因为风太大，热气球被禁止起飞，但老爷车不能取消，所以我还是在天亮之前踏上寒风刺骨的公路之旅。司机跑了3个热门景点：爱情谷、玫瑰谷、仙女烟囱。结束后还会开香槟庆祝，情绪价值给的相当足够。一台车2个小时只要$60。回到饭店后才早上7点多，气温也开始回暖，这里日夜温差可以到20多度。日出前才冷到发抖，现在我却在买冰淇淋。Japanese? Taiwanese. Oh, Taiwan #1. How do you know that? 看来这里的台湾游客也不少。土耳其纪念品算便宜，钥匙圈、饰品、蓝眼睛之类，大多只要台币几十块。之后我又走了一段路，去逛了当地人的超市。这里的物价就比较贴近土耳其人的日常。最夸张的是这个比脸还大的酸种面包，一个不到台币10块。难怪在餐厅里面包都是免费供应。这几天在土耳其的饮食大多围绕着几样食物：面包、浓汤、烤饼、甜点，还有非常多的烤肉。由于我不吃肉，土耳其的餐厅也都有素食的选择。起司烤饼和素肉卷都非常好吃，并没有因为是素食就随便搪塞。土耳其的甜点和水果选择相当多，嗜糖的人在这里会吃得很快乐。隔天早晨风速达到安全标准，凌晨5点我就来到饭店的观景台。晨曦尚未洒落，热气球的零星火光就已经在山谷里闪烁，准备在旭日东升之时带着旅客扶摇直上。热气球的旅程还没有结束，我决定之后到棉花堡再亲自体验。正当我想返回房间时，突然感觉到脚边一阵骚动。猫因为爱清洁以及能抑制鼠患，在伊斯兰教中是备受尊重的动物。先知穆罕默德甚至明令禁止杀猫，所以土耳其的流浪猫其实算社区共有宠物。这10天的旅程中，每只土耳其的猫都相当亲人，人们也都很照顾猫。俨然就是爱猫人的应许之地。伊斯坦堡甚至还有猫粮贩卖机，让观光客帮伊斯坦堡养猫，简直是行销鬼才。下午我们离开卡帕多西亚前往科尼亚，中途经过苏丹哈纳驿站，大门鬼斧神工，精雕细琢，门楣上以阿拉伯文写着“神的恩典”，内部朴实无华，工整利落，典型的塞尔柱建筑。苏丹哈纳驿站是给丝路商人休息的场所，无论旅客的宗教或是地位，都会提供3天免费的食宿。时至今日，
驿站中庭仍有妇人为旅客绑上手绳，以祝福旅途平安、身体健康。这个传统源于萨满教，而非伊斯兰教的文化。简单一条手绳，让旅客都忍不住喜上眉梢，也为驿站的多元性锦上添花。下一站，我们来到位于科尼亚的梅夫拉纳博物馆。苏菲教派诗人鲁米的陵墓也在这里。这位鲁米可是大有来头，土耳其有名的旋转舞就是他创始的。其所属的苏菲教派追求灵性、艺术，且兼容所有伊斯兰教派，因此在整合推广伊斯兰世界有着关键的作用。翌日清晨，我们在天色昏暗时就出发前往棉花堡郊区。抵达时，周围已躺满热气球。随着火焰不停地加热，大家的情绪也跟着热气球皮高涨起来。天色渐渐转亮，所有人依序爬入吊舱后，驾驶员开始布达安全口令。I say the landing position, balloon movement side this way. 热气球开始缓缓升空，过程非常平稳。虽然数量不如在卡帕多西亚的壮观，但棉花堡的地景也相当惊艳。更有趣的是，看到其他热气球此起彼落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共度美好回忆的奇妙感受。我甚至看到一位阿嬷流下眼泪。有严重惧高症的我，原本以为会头皮发麻、双腿发软，但其实围栏很高，也没有可以开关的舱门，体感非常安全。Okay, sound funny part. Go. 回到地面后，我们随即启程前往棉花堡。这里因地景宛如被棉花覆盖而得名。富含碳酸钙的温泉水在梯田间流动，经过时间慢慢钙化成石灰岩层。抵达时已近中午，阳光照射在白皙的岩石上，有一种置身雪国的错觉。站在梯田中，还可以眺望山脚下的棉花堡镇。棉花堡的山顶上坐落着古罗马的古城希拉波利斯，罗马人利用这里的温泉疗伤养老。这里还坐落着希拉波利斯剧场，是土耳其保存最完整的剧场之一。很可惜没带空拍机来土耳其，没有比棉花堡更适合空拍的地点了。随着旅程的推进，我们越来越接近繁荣的人口密集区。布尔萨是鄂图曼帝国的首都，郊区的库马利克兹克小镇是一座保存完整的14世纪鄂图曼村庄，这里是相当热门的观光重点。但我们运气不错，抵达时人潮并没有太多，店家大多贩卖织品、陶瓷、当地特色的小饰品等等。这里的居民生活步调缓慢，绿意穿梭萦绕在石瓦屋周围，俨然是一幅童话故事的插图。离开小镇后，我们抵达布尔萨的市中心。
布尔萨位于乌鲁达山的山脚下，和伊斯坦堡一样，这里的房子都不太高，邻比节刺的红瓦斜顶向远方延伸，好像一张土耳其地毯在你面前展开。布尔萨大清真寺，它有20个圆顶，寺中心有一个水池，让信徒礼拜前可以净身。寺内也收藏了大量的伊斯兰书法，墙壁和地毯是大面积的白色与褐色边框雕花。席地而坐的信徒，闲庭信步的游客，细碎低沉的耳语，交织出轻松但不失庄重的氛围。离开布尔萨后，我们回到旅程的起点，也是终点——土耳其最大、最具标志性的城市。它见证过拜占庭的千年盛世，也经历过鄂图曼的凋零瓦解。伊斯坦堡，一个东西方文明相互倾轧的必争之地，已经没有当年世界中心的风采。作为一个观光客，第一天时我并没有感受到它的失落，但粗浅的了解其历史后，才发现今天风情万种的伊斯坦堡，对照其辉煌的历史，确实相形失色不少。土耳其的大市集称作巴萨，是体验土耳其人文的重点。伊斯坦堡的巴萨是其中最为知名、历史最悠久的。人潮虽然众多，但不会到寸步难行。在这里几乎可以一站买齐所有土耳其的标志性纪念品：土耳其灯、地毯、软糖、茶，甚至还有我们熟悉的菜瓜布。作为一个观光重点，当地人对待观光客相当友善，每次拿起相机就会得到满满的友善回应。这位小哥还和我交换了 IG。Keep touching, bye. Thank you so much, sir. 接着我们搭乘轻轨前往古迹林立的法蒂赫区。伊斯坦堡的轻轨非常方便便宜，如果忘记带交通卡，也可以用信用卡刷卡进站，价格会高一点，但也都几十块而已。我们首先抵达蓝色清真寺，这是伊斯坦堡少数可以免费参观的景点，所以要排队很久才能进场。但其壮丽程度完全不逊于其他清真寺。蓝色清真寺初建时有6座宣礼塔，和麦加大清真寺相同，因此引起争议。为了平息纷争，鄂图曼当时的苏丹自己出资，为麦加大清真寺再加盖一座宣礼塔。宣礼员每天会准时登上宣礼塔，以洪亮的人声号召信徒一起礼拜。如今已被广播取代。在土耳其的每一天日出前、正午、下午、日落、夜晚，总共5次祷告广播。想睡过头都难。接着我们穿过法蒂赫的广场步行区，这里的步行区非常广袤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漫步，到处都是摊贩以及人流。购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门票时，记得连博物馆的票一起买。其介绍了大教堂历史，令我感动得起鸡皮疙瘩，参观时会更有代入感。圣索菲亚起初是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教堂，2次政变与暴动将教堂摧毁又重建。这个千年帝国遭灭顶时，鄂图曼的苏丹敬畏其雄伟，在保留许多基督教的元素下，将其改造为清真寺。你可以看到3圣像的镶嵌画，
以及伊斯兰的书法挂牌，两个对立多年的宗教元素兼容在一个空间里，却不显得突兀。圣索菲亚的建造与修复工程，借助了当代最顶尖的数学、建筑学，以及最稀有的建材，大量的大理石、花岗岩、斑岩、黄金被运用至此。无数的数学家与建筑师经手它之后，都扬名立万。圣索菲亚的金碧辉煌虽然令人目眩神迷，但更撼动我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兼容并蓄。千年的历史长河，在宏伟的圆顶之下湍流不息，所有的成王败寇都已垂汗青。伊斯坦堡也不再头角峥嵘，但美丽会留下，智慧会留下，卓越会留下。土耳其人也将续写自己的篇章。这趟旅程就在意犹未尽中匆匆地结束了。土耳其的疆域太大，历史太悠久，随着旅途的接触越多，越是觉得鞭长莫及。世界遗产的番红花城、天空之镜图兹湖、最古老的文明遗迹哥贝克历史镇，这些来不及参访的景点，只能暂且先留下伏笔。旅行团的优点很多，但可惜不能照着自己的节奏去慢慢感受。我也想心领神会奥罕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堡的没落与哀愁，甚至走进土耳其人的生活里。未来有机会的话，我会选择自由行，再带上公拍机，用新的角度收获这里的美。也许会与3、5好友在漫长的公路旅途中闲话家常，中途看到美景，想拍就拍，想走就走，累了就睡，睡饱再出发，把所有顾虑担忧都安在广袤的黄土中。有人说，电影让人生延长2倍，书本让人生延长3倍。我觉得旅行让人生延长10倍。期待旅行能成为我的长生不老术。我们下次见。